大家好，这里是津津乐道，我是晶晶。相信看过清宫剧的朋友们都会注意到一件事儿，就是后宫的娘娘们手指上都戴着长长的指甲套。这些指甲套做工精美，线条流畅，上面还镶着各种珠宝，看上去非常昂贵。其实这种指甲套又叫护指，并非清朝娘娘的独有之物。在《陈书高祖张皇后》一书中记载，南朝陈武帝张皇后冰雪聪明，仪容俏丽，手指甲长5寸，颜色白中透红。在以晚唐为背景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巩俐所饰演的皇后也戴着长长的护指。其实我们都知道，指甲留得太长非常的不方便，如果不小心折断了，不仅会伤及皮肉，而且还非常的疼。这个时候指甲套就派上用场了。那么这么麻烦的长指甲，为什么还有人愿意留呢？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学问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开始留长指甲了。据《韩非子》一书中记载，韩国国君韩昭侯，他周围的侍臣都留着长长的指甲。一开始只有男人才留长指甲，而且还是那些家财万贯、地位高贵的人才留，用以显示他们的地位尊贵。因为在古代，普通的百姓每日都要劳作，一个贫苦的农民留着一手长长的指甲，肯定不利于他们的劳作，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护理这些指甲。所以留长指甲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脱离了劳动，是不需要劳动的贵族。因此那些达官贵人们就认为，指甲留得越长，证明他的品位和地位就越高。清朝人对留长指甲是非常推崇的，可以说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潮流。其实指甲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想留一个1寸长的指甲，差不多要半年多的时间，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被折断，所以就要在这些指甲上套一个套筒，起到保护的作用。一般的来说，戴指甲套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大部分为了保持拇指和食指的灵活度，只在其他3个手指上佩戴，但是也有人只戴小指或者无名指。因为这些护指都是后宫娘娘们的贴身比美利器，所以做工非常的考究，质地大多都是金、银或者是景泰蓝，而且上面雕刻的图案飞龙祭凤，或者是一些花草图案，十分的精美。慢慢的，这些指甲套的制作工艺就越来越精湛，也让它的种类变得丰富而且奢华。指甲套的背面大多是镂空的，就算是夏天佩戴也不会觉得闷，而且还象征着皇帝的宠幸。后宫等级森严，已经细化到了服装、服饰，其中就包括指甲套。一般来说，作为后宫最尊贵的皇后，所戴的指甲套也是最长的，材料最好，工艺最复杂。皇贵妃就稍差些，之后逐级降低标准。通常的嫔妃都是金银指甲套，上面既镶金又镶玉，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应有尽有，随便拿出一个指甲套都是价值连城。据推测，每个后宫娘娘的指甲套每年要消耗10到20个，折合成白银要7、8千两之多，这也是一个非常烧钱的物件。留过长指甲的人都知道，指甲留得太长会变得很脆，出现裂纹、弯曲或者是折断，特别是在冬天寒冷干燥的环境中。所以后宫的嫔妃们就在临睡前让他们的宫女帮他们泡指甲。这些泡指甲所用的液体可不是普通的温水，而是宫廷秘制的药水，其中包括大风子肉、皂刺、黄生、川乌、生草乌、明矾和百部等名贵的中草药，目的就是把这些指甲泡软，以便于可以修复和矫正。
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用所谓的指甲油了。这些所谓的指甲油跟我们现在所用的指甲油完全不一样。古人们早就知道可以用凤仙花的花瓣来制作成染色剂，给指甲进行染色，不仅能起到美观的作用，而且还能对指甲进行滋养和保护。其实凤仙花我们现代人都见过，但是在清朝的时候，娘娘们所用的凤仙花可是非常名贵的。它们不仅是云南的一种，而且还要派2名最好的花工对其进行打理和照顾。而且凤仙花的花瓣一年中只有在盛夏的季节才能采摘，以备于1年的使用。从养花的成本算起，到萃取成指甲油的费用，大约每年要花费2-3千两白银。这样算下来，一个妃子所留的长指甲每年所需要的花费可不是一般人可能承受得起的。